叫乔然，生来就活在别人的名字里。乔家的假千金，22年前一场大火烧光了所有真相，所有人都以为乔家母女葬身火海。爷爷看着伤心欲绝的爸爸，做了个决定，让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女婴成了乔家的掌上明珠。爸爸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直到有一天，老爷，姐姐。即便如此，爸爸也从未冷落我半分，甚至立下遗嘱，将乔氏大半家产都留给了我这个假千金。而我非但没有鸠占鹊巢的愧疚，反而苛待乔家母女，在爸爸去世后把他们赶出家门。从今天起，乔家与你们再无关系。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昔日和善的二婶会下毒杀我。儒雅的二叔会夺我的家产，我爸是你害死的。乔然啊，你一个假千金，在我们家享了这么多年的福也够了。你爸都死了2、3个月了，现在啊，轮到你了。就连平时亲昵的姑姑也跟他们狼狈为奸。姑姑，求你救我！救你，乔然，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姑姑是真心对你好吧？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我死在了那些所谓亲人的手里。而奋不顾身救我的，竟是我百般苛待的乔安安和温阿姨。姐姐，姐姐，然然，姐姐，然然，姐姐，徐善然然，姐姐，然然，姐姐，姐姐，姐姐，然然，姐姐，我定擦亮双眼。为我们2人周全，让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血债血偿。这是爸爸刚去世，我还没赶走安安和温阿姨的时候，我重生了。前世我被二叔二婶一点点毒成废人，最终惨死。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那我便擦亮双眼，替爸爸报仇。二叔、二婶、姑姑，你们准备好了吗？这一世，我要把你们欠我的、我们家的万倍偿还。妈妈，这么晚了，姐姐应该睡了，你们在姐姐房间干什么？是温阿姨和安安终于有机会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好好跟他们道个歉了。前世我对他们的态度那么恶劣，要是突然转变太大，那我们赶紧带姐姐去医院吧。你说然然能相信我们俩说的话吗？妈妈，这事关姐姐安危，就算我们被责骂，我们也得说。对，你说的对。站住！你们俩乡巴佬3更半夜鬼鬼祟祟想干嘛？不会是想谋害大小姐吧？不是，我们只是来看姐姐的。2个贱虎头都被我抓个正着，还想狡辩？走，去找二夫人。哎，你干嘛呀？走，放开我们！好一招借刀杀人！都被我逮个正着，还想狡辩？走，去给我见二夫人。走！哎，你放手！
小姐，这2个贱骨头深更半夜到你房间，一看就没安好心。啊，不是，然然，你听我解释，你二婶她闭嘴！都被我当场抓住了，还敢攀要我二婶？乔家容不下你们这群心思歹毒的人。王妈，把他们赶出去。是，大小姐，走吧。然然，听我解释。上一世我就是听从王妈挑拨，以为自己生病是他们母女害的，对他们百般责骂。快走，去见二夫人！放开我们！放手啊你！吵什么？姐姐，我们是无辜的，快救救我们呀！你少在这儿虚张声势！你们俩怎么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住口！听见了吗？大小姐让你们俩住口！大小姐，打扰到您了。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我现在就撕了他们，给你出气。我说的是你。大小姐，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我正在替你撕他们2个呢。放肆！安安是乔家真千金，温阿姨是我爸的妻子，是这个乔家真正的女主人。你一个区区保姆，也配和主人顶嘴？没事吧？啊，我们没事。没事。天哪，姐姐她竟然关心我们。对呀，我怎么觉得然然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小姐，我在乔家伺候了您20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怎么能为了这2个外人来打我呢？外人？就算安安跟温阿姨刚回到乔家，他们也是乔家的主人。就算你在乔家干了20年，你也只是一个保姆。一个保姆敢和主人顶嘴，我打你都算轻的了。以前只要我一挑拨，大小姐立刻就会收拾这对母女。今天怎么反过来帮助他们？不行，我得赶紧汇报给二夫人。你该不会这会儿在心里盘算怎么向你的幕后主人通风报信吧？晚了，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现在立刻给我滚出乔家！一个假千金而已，赶走我，会有人收拾你的，你高兴不了几天的。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我二叔二婶会替你出头吧？既然你已经暴露，你就只是一枚棋子，他们巴不得和你撇清关系。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然然，我知道你跟你二叔二婶这么多年的感情，可是他们不是什么好人。我知道。你知道？对，我还知道王妈是二叔的人。那你为了帮我们，你把王妈赶走了，就不怕他们生气吗？我不仅不怕他们生气，我还要和他们玩一场惊心动魄的游戏。游戏？对，这个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在此之前，我想先跟你们道个歉。道歉？道什么歉啊？以前是我糊涂，听信了二叔二婶的谗言，误会了你们。你们愿意原谅我吗？姐姐，我们是一家人了，我和妈妈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对啊，然然，要不是因为有你，你爸爸当年也熬不过失去妻女的悲痛，也不会有我们后来的重逢。你是我们的恩人呐，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可是爸爸在临终之前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还误会你们。爸爸写遗嘱的时候，我是同意的。您同意？家产需要人打理，我不是这块料，安安她更不是。对啊，姐姐，爸爸知道我和妈妈性格软，把财产交给你，外人才不敢觊觎。我以前真是糊涂，抱着你们好好的家人不珍惜，去听信那些豺狼的话，白白的辜负了爸爸的苦心。然然，来，然然，没事的，你现在明白还不晚。你爸爸虽然因病去世了，但他如果知道我们现在解除误会了，
他一定会十分欣慰的。爸爸其实不是病死的。什么？嘘。爸爸也是中了二叔二婶下的毒，他想毒死我和爸爸，再嫁祸给你们，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独吞乔家，是我们长房的绝户。他们也太可恶了！如果想替爸爸报仇，那从现在起，你们一切都要听我的。你们愿意吗？姐姐，我们愿意。我也愿意，为了爸爸，为了安安，也为了我们乔家。那我们就一起努力，收拾这些吃人的豺狼，替爸爸报仇。好，一起守护这个家。老公，我看不到了。王妈被乔然的死丫头赶走了。你说什么？王妈被赶走了？怎么可能啊？她不是最信任王妈的吗？哎呀，千真万确呀！谁知道乔然这死丫头她发什么疯啊？你说王妈这么好的一个棋子儿，就这么给拔了？难道是她发现了我们给她下毒，来抢走财产的计划？不会吧？要是她真的发现了，以乔然那死丫头的性格，她还不闹翻天呢？她闹翻天？你还以为是大哥在世的时候，没有大哥撑腰？哼！你借口给他送牛奶试探一下，一旦暴露了，你就下毒加大剂量弄死他，然后再嫁祸给温如玉他们母女，来个一尸二灵。好。然然睡了吗？二婶儿给你送牛奶来了。二婶，等一下，我再换衣服。别慌，一会儿你们躲去窗帘后边，把要发生的事情都录下来。好。二婶，你进来吧。然然，喝杯牛奶。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休息啊？还不是乔安安他们吵死了。哎呀，自打这俩贼星进门，那家里都没安生过，还克死了你爸。你赶紧的，把他赶走得了。我怎么敢呢？人家可是真千金，刚刚还嚣张的赶走了王妈呢。王妈是他赶走的？哎呀，我还以为是王妈照顾不周，惹你生气了呢。怎么会呢？乔安安赶走我的人，等我找到他的错处，一定不会轻饶他。啊，然然，你看你现在还生着病，又要掌管公司，又要操着温如玉他们母女的心，这看着呀都憔悴了。你不如直接把公司交给二叔来打理，你在家好好养身体啊。反正这个时候公司也都在二叔的掌控之中了，不如顺水推舟，放长线钓大鱼。好啊，我身体正好也不太舒服，这乔安安他们最近也让我心烦意乱的，那公司就拜托给二叔了。怎么答应的这么轻松？二婶儿，我想休息了。哦，好，那你早点休息，我们先走了。哎，谁在那儿？谁在那儿？然然，这夜里风大，
一定要灌好妆，别着凉啊。好，谢谢二叔。好，我们走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要被二叔发现了。没事儿，他刚接过公司的管理权，这会儿正在兴头上，根本不会留意你们的动向。姐姐，这个牛奶它真的有毒吗？对，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长期使用会使肾脏衰竭。爸爸就是死于这种毒。哎呀，那你刚才还喝，你赶紧吐出来。没关系啊，这是一种慢性毒，多喝一次也无妨。但如果我不喝，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乔建廷这个混账东西，你可是他亲侄女儿，你爸爸更是他亲哥哥，他怎么能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呢？他们在利益面前早就没了亲情。爸爸去世，他们在毒死我，到时候你们就是替罪羊，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独吞我们乔家家产，吃我们的绝户了。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单凭我们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爷爷在海外休假还没有回来，哎，不如把你姑姑叫过来帮我们。你爸爸在世的时候最疼他这个妹妹了。姑姑，觊觎我们乔家的，除了二叔二婶，就是我们的好姑姑乔建兰了。她也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哎呀，这个家看似风平浪静，没想到这么凶险呢。姐姐，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分头行动。安安，明天你就提出要进乔氏实习，假装想争公司股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安安，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儿？二叔，二婶，我看姐姐这几天身子不舒服，还要管理公司的事儿，太辛苦了。我想进乔氏集团实习，帮姐姐分担一点压力，也能为乔家出一份力。公司现在不缺人，那个小姑娘家的进什么公司啊？好好在家待着就行了。事主反常必有妖，这丫头一直胆小怯弱，怎么突然提出进公司实习？难不成有人指点？二叔这是在怀疑我吗？不行，我得假装跟安安是对立的。乔安，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时候公司的事儿也轮到你插手？姐姐，我也是乔家的孩子，我想进自家的公司看看也不行吗？你先出去吧，我们商量一下。二叔二婶，我毕竟是个假千金，我们这么苛待他，难免落人口舌。反正我们有的是机会赶他出去，不如我们先做做样子。这，他自小在山村里长大，能懂什么？不如就任由他去，咱们也能落个好名声。坚定，然人说的有道理啊。她一黄毛丫头能翻什么浪啊？我们可以派人盯着她，看看她到底有什么心思，以后防着她耍什么花样。反正我们派人盯着他，那就让他进公司，正好探探他的底。一定给我看紧了，不要让他接触公司任何的核心业务，有一举一动一定要向我汇报。是。想进乔氏，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安排安安进公司的结果已经成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接下来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证据。我们的计划开始了。然然，那我接下来做什么？温阿姨，你在家中盯紧二叔二婶，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
姐，我已经到二叔办公室了，这会儿没人盯着我，我想查查二叔的往来账号。好，那你小心点。对了，姐，验毒你为什么不去离家最远的第一医院啊？因为这里还有一个最强外挂。最强外挂？谁啊？就是我那监视第一世家独子，但却不爱事业，只爱钻研医术的联姻对象。要想复仇成功，他也是很关键的一环。那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求助呢？自从爸爸走后，苏家一直想要退婚，我跟他还素未谋面。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小姐，别愣着了，上来吗？我这边没事儿，你那边怎么样了？是他，真人比照片漂亮。你认识吗？调成隐藏模式，这样就算别人想查也查不到。是乔家那位跟我有婚约的假千金。乔父去世后，乔家大乱，婚约好像也在商量解除。那看来是为了婚约追你追到医院了。难道这就是欲擒故纵？安安，别急，你一步步来，先查账目明细，尤其是近2个月来的项目支出，如果有什么异常，立刻拍给我，注意不要被人发现了。苏医生，还真一眼都没看，这哪里是欲擒故纵啊？是分明没把你放在眼里啊！他好像跟传闻中那个骄纵无脑的假千金一点也不像。这个乔然身上到底藏着多少人？安安别慌，如果没有查到就以后再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姐，我查到了，近2个月有10笔标着项目投资的大额支出，没有任何合同回款，还有3笔资金流入了3家陌生银行的海外空壳公司。拍清楚，尤其是账目明细，还有公司名称，这都是重要的证据。好，我马上拍。苏大少，人家全程对你视而不见，连个余光都没给，不太是像装的，可能压根儿对你不感兴趣。多嘴。麻烦你帮我查验一下这个牛奶里是否含有毒物质。这是我的血液，我近期频繁感觉到手脚麻木、目光呆滞，我怀疑是慢性中毒，需要做一个全套的毒素筛查。好的，请等一下。他描述的症状很像是铬中毒。铬中毒？他一个豪门千金，你会接触这东西？接触不到，除非有人故意给他下毒。刚才给他打电话的人，应该是乔家的真千金乔安安。跟真千金相处的这么和谐，这还是那个骄纵无脑的乔家大小姐吗？去查查她最近的经历，还有乔父过世后乔家人的动向。我要知道这乔大小姐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马上去查。你刚才还说要解除这婚约呢，那么现在还这么关心人家，又是查症状，又是查原因的。苏医生，你该不会看上人家了吧？多事，快去。好奇是心动的开始。如果有第一世家继承人存在，那这场仗好打多了。姐姐救我！这克死丈夫的贼星，带着个乡巴佬一回来，就搅得乔氏鸡犬不宁，还敢妄想乔家的财产，我看你们都是活腻歪了！你胡说，我们没有惦记乔家的财产，你放开我们！没敢想，你女儿都去查乔家的账了，当我们都是假的吗？
我没有偷偷查账，更没有想过乔家的财产。你还敢狡辩？好了，别吵了。你都被我的人抓到了，说吧，是谁指使你查的公司的账？有什么目的？没有人指使我的，是我自己不小心点到的。陈振宁，你要干什么？乔安安，既然你不知好歹，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就别怪我这个做二叔的心狠。把他给我按住！陈振宁，你要干嘛？干什么？他既然碰了我喜欢的东西，那我就应该砍掉他这只手，让他长长记性。乔然？难道他是你指使的吗？乔然，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乔安安查账的事情是你指使的不成？二叔只是怀疑，并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我和安安已经结盟，而我们的关系一旦暴露，后面想收集证据可就难了，所以我得想个办法圆过去。二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烦都烦死他了，怎么可能会指使他？再说了，你看他那个样子，能懂什么啊？还查账，你也太高看他了。这事儿跟你真的没有关系？当然没关系了，我巴不得离他远远的，一股穷三样，烦都烦死了。那既然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还要帮他？我是怕万一事情传出去，影响不好，到时候舆论带来的压力不好处理。老公，然然说的有道理。我可是爸爸指定的继承人，以后乔家都是我的，我可不想因为他影响我的形象。再说了，爷爷马上就回来了，他最在乎家族名声了，如果真闹起来，他肯定会骂我的。名不名声的我不在乎，但这事儿真要闹到大众面前，被老爷子察觉了，那我后续转移集团财产的计划可就不好办。二叔、二婶，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不过就是不小心看了自家公司的东西，你就要砍掉我的手？我可是你们的亲侄女。就是，安安还是个孩子，他懂什么账目啊？再说了，就算他有错，你们不会好好说呀？竟然动起老粗来，你信不信？把我逼急了，我拼上我这条老命，也要好好曝光你们的所作所为！哼！老公，只要乔然还是那个好拿捏的纸货，那以后咱们就有机会收拾他。今天的事儿还是算了吧。算了，那可不行。看样子他还是不想放过安安，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哎呀，哎呀，二婶，你快来扶我一下！哎呦，然然，怎么了你？快坐下，亲亲。二叔，
下午公司是不是好像要开什么股东大会啊？对，我现在身子骨也是这样了，公司的事儿我是真不想管，以后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二叔安排，我只想在家安心养病。看乔然这副毫无防备的样子，肯定跟今天的事没关系。至于乔安安和温柔玉，还不足为惧。哎，好，然然，那你就在家好好养身体。二叔先替你管着公司，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就是啊，只要有你二叔在呀，什么事儿你就不用发愁，安心养身体啊。还是二叔二婶对我好。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要不然就先这样。也好，今天就先饶了你们俩，如果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我们走。然然，你就这么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二叔，你就不怕他肆无忌惮的把乔家掏空吗？现在我已经掌握一部分证据了，就不能再拿安安的安全冒险。反正现在公司已经在他掌权之中，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先放权给他。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把乔家搬空吗？当然不是，先放松他的警惕，放权给他，到时候在暗中拿捏他的软肋。二叔的软肋，当然是他的宝贝儿子乔子旺。Arch cheek back, left cheek right. Arch cheek bac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arch back, back, bend your knees.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right cheek, arch back, back, bend your knees. Left cheek, right cheek, left cheek. 知道吗？曹家已经被我爸拿下，以后小爷我就是乔家的少东家。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哥，我敬你一杯吧。机会来了，乔子旺这个蠢货就是我扳倒二叔的第一颗棋子。您就是乔少吧？你是？早就听闻乔少年少有为，一表人才，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哼，想不到啊，在这间酒吧还能碰到你这么有眼光的人。嗯，这个草包果然最喜欢听阿谀奉承的话。来，交个朋友。乔少，认识您真是太荣幸了，我来敬您一杯。乔少真是好酒量，我再敬您一杯。不了，刚才喝的太猛了，有点醉了。乔少，听说乔家家业是由乔家家主一手创办的。刚才听您说您是乔家少东家，那想必乔家主就是您的父亲吧？那是我大伯，早就死了。现在乔家，我爸说了算。我又是家里边唯一的男丁，自然是少东家。原来是乔二爷啊，我还以为是乔家主呢。唉，这乔家主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还真是天妒英才。我大伯厉害又怎么样？你懂什么？还不是被我爸给拿下。哼！乔少，您刚才说什么？拿下？乔家主不是因病去世的吗？我怎么把这个说出来了？啊，对，是因病去世。你刚才什么也没听见啊？我什么都没说。看来这个蠢货知道的不少。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加一把火，让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吐出来。啊，对不起啊，乔少，是我多嘴了。也是，像这种家族的顶级机密，您怎么会知道的？是我唐突了。我说什么啊？我告诉你，
整个乔家就没有我乔子旺不知道的。反正你也就是个陪酒的小姑娘，告诉你也无妨。二叔阴险狡诈，毒害爸爸这件事做得滴水不漏，今天终于让我找到突破口。乔少，你还真是厉害，我再敬你一杯。我就知道你什么都知道。那是当然。乔少，这乔家主一直没听说身体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因病去世呢？好，那都是装的。他去世之前身体就一直不好，天天睡。我爸就趁机买通了保姆，把他的药给换了。乔少，那您大伯作为一家之主，应该很谨慎啊？难道就没发现药有什么问题？你怎么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感兴趣？乔少，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没见过什么世面，最好奇你们这些豪门八卦。乔少，你就跟我说说嘛。你猜的不错，我大伯确实发现，但是我爸技高一筹啊，他早就在书房和房间里动了手脚，导致他慢性中毒。当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慢性中毒，那就没人发现吗？比如医生、家人？发现个屁！我爸早就删除了卧室和书房的监控，还买通了医生，修改了他所有的就医记录。现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因病身亡。乔少，你还真是厉害，连这个都知道。那乔家家业岂不都归乔二爷您了？那是当然。虽然我大伯立下遗嘱，说要把财产留给乔然那个姐姐，但我爸有的是办法。等把乔然弄死以后，这整个乔家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都是我们的了。乔建平，这录音就是证明你恶行的第一证据。你害死我爸，谋我家产，这个账我记下。我这位二叔老谋深算，性格又多疑，最是不对付。那就把下个突破口放在我这位极度贪财、目光短浅的二婶身上。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二叔，我会将你的软肋逐个击破，你就等着接招吧。喂，张经理，我让你帮我看的那个海外投资项目怎么样了？我爸生前偷偷留给我的那笔嫁妆钱，投进去之后收益还不错吧？什么？一周赚了1000万？那你可千万替我保密，这可是连我二叔、二婶和乔安他们都不知道的。这小贱蹄子竟然背着我们藏私房钱，还赚了那么多！不行，我得好好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对，就是这个骄阳海外投资公司，你可一定要帮我看好了，千万不能被人发现了。好，有什么情况你立刻告诉我，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好，就这样。哎，二婶。然，二婶刚刚路过。刚才你打电话说是什么投资公司了？让你说说吧。二婶，你听错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得意什么呀？哇，死丫头，藏着这么好的赚钱路子，竟然被我发现了！你就别想独吞，我一定要联系上这家公司。我不但赚钱，
我还要把你那笔钱弄到手。我这贪财的二婶果然上钩了，接下来就让你一步步走进我的陷阱。既然乔然能从这儿赚到钱，那我也能。我现在就联系他。喂，是骄阳海外投资公司张经理吗？我是乔然的二婶儿。我听说乔然在你们公司投了钱，收益很不错，我也想投点。该怎么操作？喂，这位女士你好，我们公司是海外高端投资公司，收益非常可观，不过门槛比较高，需要5000万起投。5000万？那么多呀？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呢？我们的收益1周结算一次，回报率非常高，但要是达不到起投标准，我就无法为您服务了。这可怎么办？我还想先成为这家公司的客户，小赚一笔，等乔然陡发身亡，我再买通张经理，吞了那笔嫁妆钱呢。女士，如果这次通话没有什么疑问，我们的通话就将终止。哎呀，等一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但我可以暗中转移乔氏集团的钱呢，反正这1周就回本了。喂，张经理，5000万，我有。不过，你得给我保密，绝不能告诉任何人。您放心，我们这有专属的私人通道，绝对保证您的信息安全。而且，如果能介绍更多的资金进来，我们会给高额返点。返点儿？哎呦，那个太好了！我现在就有一大笔资金要转。不过，你们能保证资金安全吗？您放心，我们有多年的投资经验，绝对安全。我现在把合同和账户发给你。好，好的。哎呀，我要发财了！成了。然然，刘梅真的把她暗中转移乔氏的资产全部转到你的空壳公司了吗？对，她贪财又短视，又想不劳而获，这么好的机会，她不可能放过。虽然现在她只转了一小部分，但是只要她动了这个心思，我就能杀得她片甲不留。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放长线钓大鱼，只要让她尝到一点甜头，她就会转更多的资产进。那这些转账记录还有电子协议，你可得收好了。都留好了，毕竟这是扳倒二叔二婶的重要证据。我的好二婶，这次你吞下的可不是我的钱，而是你和二叔的催命符。OK， 按计划行动。打开 OA 系统，把访问记录调成隐藏模式，把二婶转给海外空壳公司的资金流水全都拷下来。成了。现在乔氏的财产已经转移了大半，乔然那个产后整天在家养病，乔安安和温如玉也成不了妻儿，我们以后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那是自然，等老爷子回来了，
我再给他好好演一出戏，让他把大哥留下最后那一部分财产交给我来打理。到时候，这乔家所有的财产就全部落到我的名中。姐姐，这些资料应该足够证明奥叔二婶侵占我们乔家的财产了吧？对，这些账目再加上二婶的转账记录和协议，足以形成完美的证据链，铁证如山。这次他们想狡辩都不行。太好了，他们坏事做尽，终于要受到惩罚了。我咨询过律师，虽然财产转移的证据已经齐全，但二叔毒害爸爸的证据还缺乏家庭医生的证词，作为关键性的证据。可那位家庭医生早就辞职了呀，我们现在去哪里找他？找家庭医生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二叔还以为我在混日子，对我毫无防备，那我就故技重施，再去会一会这个乔子。我告诉你们，不出7天，整个乔家都会属于我爸。老子今天高兴，你们全场的消费我买单。好。乔少，您家的那个假千金处理好了？他呀，我爸妈已经布局多时，他撑不了多久。等他一死，我就是乔氏真正的少东家。以后你们俩跟着我，绝对飞黄腾达。来，干！乔少，你是？您叫我小美就行，我还真是荣幸，刚上班就碰到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来，我敬你一杯。等等，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可能之前我们遇见过吧，所以你才会觉得有点熟悉。乔少，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上一任乔家主的专属医生听说医术十分高明，他现在还在乔家吗？早就不在了，我大伯死了之后他就走了。走了？走去哪儿了？我当然……等等，你好像是在故意套我的话，说到底是谁？坏了，今天没喝多，我得赶紧走。乔少，您误会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回来，给我把他摁住！你们放开！竟敢装成陪酒女孩套老子话，还他妈想跑，有那么容易吗？啊！自作聪明啊，装成陪酒女套，到底是谁？不行，要是被他认出来，我们的计划就泡汤了。住手！住手！哼，你他妈谁呀？啊，连我的事儿都敢管！瞎了你的狗眼！这可是京市苏家的苏大少，好大的胆子，连苏少的人都敢动！糟了，今天怎么这么倒，惹到了这位连我爸都惹不起的太子。啊，苏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人，我不是故意的。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滚！哎，是。你怎么样？有没有事？没事。你认识我？我还不至于连自己的联姻对象都不认识。联姻对象？苏家不是一直想要和我退婚吗？苏家之前确实想过要解除婚约，因为苏家是京市第一世家，自然不会接受一个骄纵无脑的假千金。苏少倒是坦诚，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要出手救我？因为你并不像传闻中的那样，相反，你的心性和手段可不是一般豪门千金能比的。你调查我？抱歉，是我唐突了。理由呢？我对你的能力非常满意，苏家也需要这样一位少夫人。我帮你扳倒那些害你的人，作为交换，你接受婚约，做我的未婚妻。大仇未报，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并肩作战的盟友，而不是一个只能吸引火力的未婚夫。好，那我就先从盟友做起。为了表示诚意，这个送你。你怎么会有这个资料？我用苏家的暗网调查了乔家的事，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所以就提前准备了这些。另外，你海外那个空壳公司有个漏洞，我已经帮你补上了。乔家已经没落，你如此出手帮我，不怕我是个拖累？乔家有没有落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联姻对象必须是我苏世安看上的人。也好，有苏家做后盾，那胜算只会更大。家宴那天，我就借苏世安的事，彻底将这具豺狼一网打尽。500万，我投资到海外的钱，一周赚了500万。哎呀，这真是钱生钱的好法子啊！哎呀，算算日子，老爷子也快回国了，老公让我赶紧转移乔氏的财产。那我要是把全部的钱都投资到这儿，哎呀，岂不是赚大发了？到时候老公肯定会夸我有投资头脑。喂，张经理，这周的收益我收到了，非常满意。另外我还有一大笔资金要投进去，不过我需要把后续的回本和收益全部转到我朋友的账户，可以吗？没问题，您的资金数额巨大，我会为您开辟绿色通道，本金和收益都会按照您的要求拆分，转给你的亲友。好，我这就安排，把所有的钱全部转到你们公司。到账了，他果然照做了。然然，刘梅这是疯了吗？她把乔氏这么多的资金都转到了你的空壳公司，她就真的不怕出事吗？是因为爷爷要回来了，所以他才着急掏空乔氏。而且他现在刚拿到巨额收益，早就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根本顾不上这些。姐，刚才二婶说要把本金和收益都转给他的亲友，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呀？这些资产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转入的，到时候如果他反咬一口，这都能成为证据。可是他如果把这些钱都转给他的亲友，他不继续往里投了怎么办？那不就等于我们把要回来的钱都拱手送给他们了吗？上一世是我糊涂，让他们得了手，这一世我早就给他们布好了局，这些资产他们一分一毫都别想带走。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得到这笔钱，我还会让他们之前挪用的那些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刘梅，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把乔氏的资产投资到海外那家空壳公司的？怎么了，老公？这个公司收益很好的，那乔氏资金那么多，躺在账户里多可惜，还不如拿来投资呢。你懂个屁呀！我早就跟你说过，做事一定要小心，不要急功近利。可你偏不听。你知不知道，
一旦转移资产这个事情被发现了，我们就全完了。赶紧把那些钱全部转回来。我投资到这儿，那不还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能多赚钱吗？我再说了，这家公司收益多好啊，还按时保本排息的，能有什么问题？你还敢顶嘴？你要干什么？然然，我刚才看见你二叔急匆匆的拿着一份文件回家了，进屋就跟你二婶吵起来了，好像听他们说要把什么钱转出来。哎呀，那不是发现我们的计划了吧？他应该不会发现那个公司，我把它包装得很好。不过二叔谨慎多疑，不得不防。那怎么办？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来招声东击西，转移他的注意力。温阿姨，快喊人救我！啊！弟妹，快来呀！来人啊！然然出事了！哎呦，这是怎么了？大嫂，快叫救护车去！哦，好。看样子是个毒发作了，这死丫头撑不了多久了。最好不要撑到老爷子回来，到时候乔家这一切可都是我们的。刚才你还担心我转移资产被发现，你看他现在的死样子，哪还顾得上管公司的事儿呢？既然这乔然到现在都没有怀疑我，那些钱你看着办。反正这乔家已经是我的了。哈哈哈！二叔二婶，你们说的话已经被我录下来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已经闭化，就只等爷爷回国。到时候，所有的债都要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买单。爷爷，我是然然，你在海外过得还好吗？然然啊，爷爷在海外挺好的。家里最近怎样啊？你生病好些了吗？家里一切都好，只是我有些事儿想等您回来说。兰兰，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没有，只是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我想等您回来了再告诉您。我相信您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的。好，你放心，爷爷这一定尽快回国。你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随时给爷爷打电话。好，我等您。门外的二婶听到了，肯定会自乱阵脚，跑过去跟二叔商量对付我的方法。那我今天新在他们房间安的监听器可就派上用场了。什么？乔然竟然给老爷子打电话告状？怎么说的？具体的我没听太清楚，就听见什么快点回来，主持公道。糟了，乔然这个死丫头肯定是去医院发现自己中毒了，跟老爷子告了状。哎呀，那这可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提前解决了他。提前动手，那我们不就暴露了？怎么会呀？我们把这件事嫁祸给温如玉和他女儿，这样就算老爷子回来了，他也认。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直接动手会不会太冒险了？事到如今，只能冒险。明天就在他的牛奶里加大毒性，让他永远闭嘴。他们果然按耐不住，想明天就对我出手。这个录音就是他们想谋害我最好的证据。姐姐，我们陆陆续续拿到了许多的证据，是要交给警察吗？这些豪门密信最后都只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根本伤及不到他们。难道我们有了这么多的证据，还不能把他们扳倒吗？当然了，明天爷爷就回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家丑外扬最好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爷爷，是，他们现在忌惮的只有爷爷了。
前世我被他们蒙蔽，错过了向爷爷求助的机会。这一世我已经提前收集了证据，是时候让爷爷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了。到时候我要当着乔家所有亲朋好友的面，一一揭穿他们的罪行，让他们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身败名裂。爸，您怎么今天就回来了？然然呀，说想我了，我就提前回来了。爷爷，你一路辛苦了。然然呀，到底出什么事了？跟爷爷说说。爷爷，你一路舟车劳顿的，赶紧歇歇。我晚上安排了家宴，邀请了家里的长辈、公司元老，还有我们重要的亲戚，给您接风洗尘呢。有什么事儿，我们晚上家宴上说，热闹。好，都听你的。那爷爷，我先送您回房休息吧。好。哎，怎么回事了？这死丫头也没撕破脸皮告状。可能是我们多虑了。一个20多岁的小丫头片子，也就是想借着家宴，在老爷子面前卖乖吧。哎，那咱们今天的计划，等等再看。乔然既然安排了家宴，那我就当众宣布，彻底接管乔氏，让老爷子还有所有的人看看，我才是最适合掌管乔氏的人。二哥、二嫂，哟，你们都来了。明珠这身装扮真是太漂亮了。正好啊，今天苏家也会来参加宴会，到时候给他留个好印象。苏家的人也来，太好了！妈，你听见了吗？苏家的人也来，你一定要帮我把和苏家的婚约从乔然手里抢过来，我一定要嫁给苏家。放心吧，乔然那个死丫头这2天病殃殃的。哪有我们明珠好看？再说今天有你舅舅在，这婚约啊，一定是你的。戏台已经搭好，好戏马上登场。乔老爷到。爸，你来了。不好意思啊，让各位久等了。天庭啊，家宴开始吧。好，爸，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家宴，跟大家说起。尊敬的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自从大哥去世以后啊，家里群龙无首，陷入了重大危机。我呢，作为大哥的亲弟，责无旁贷的替他承管着整个乔氏，打理乔氏的大大小小的事务。乔家已经稳定下来了，也正式把乔家交给我打理了。不过大家放心，我一定会替大哥守好乔氏，守好乔家。当然呢，也不会亏待然然以及我们在场的任何人。是啊，简挺，真的辛苦了，有你在，乔家真是有希望了。是啊，你大哥走得早，多亏有你，乔氏才能有今天。哎，叔，你家老大临终前不是说把公司交给冉冉吗？哎，现在怎么是建廷在打？
您是有所不知啊，然然这孩子自从大哥去世以后，身体就比较虚弱，也没有精力去掌管公司。就是啊，她一个女孩子也不适合抛头露面。我们这次来呢，也是按照然然的意思来的，是然然自己愿意把公司交给建庭打理的。是啊，然然这身子骨是要好好养养。再说他二叔最疼然然，一定会好好照顾他，并且好好打理乔氏，大家放心吧。兰兰还没说话，建庭两口子跟建然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一唱一和的，这是想逼我尽快表态啊！诸位长辈、各位亲友以及公司元老，我也有话要说。诸位长辈、各位亲友以及公司元老，我也有话要说。这个死丫头，在这关键时刻说什么话？难道是存心想坏我的好事？不行，不能让她说下去。小冉，今天可是给爷爷设的家宴，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别扫了大家的兴。我明白了，原来兰兰上次说受了委屈，指的是建庭。可今天这么多人在场，不能闹出属职相争的丑事，只好先委屈兰兰了。然然啊，有什么话等结束了再说吧。不，爷爷，我今天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亲手向我二叔讨回血债，清算家产。什么？然然这孩子怎么说这话？讨回血债？这怎么回事？难道建庭做了对不起乔家的事情？小冉，你胡说八道什么？今天可是你爷爷的接风宴，不要在这胡言乱语，疯了吧你！就是，乔然，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快跟你二叔道歉！二叔，我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最清楚。乔然，你别不知好歹，你二叔为了乔家，为了你，花了多少心思，你居然在这里污蔑他！我看你是嫉妒你二叔执掌乔家，故意在这里闹事吧？对啊，乔然，你这是太过分了。然然啊，先别说了，家丑不可外扬。哎呀，别让人看了笑话。对不起，爷爷，我不能不说，因为今天我要当着大家所有的面揭露你的真面目。住口！我看你是病糊涂了。来人！带回去休息。放手！住手！我看谁敢动他！住手！我看谁敢动他！难道我苏时安的未婚妻连在乔家家宴上说句话的资格都没有吗？你是谁？今天可是乔家的家宴，你怎么进来？我是乔然的联姻对象，金氏苏家独子苏时安，受乔家的邀约而来。原来是金氏苏家苏大少，苏家可是金氏第一世家，那个手眼通天的存在。冉冉这孩子原来是攀上高枝了呀！怪不得乔然敢公然跟他二叔作对，原来是有苏家给他撑腰。这次乔家可有戏看喽！苏少亲自护着，看来这冉冉孩子也不简单。之前看走了眼。乔然这个死丫头，竟然找来了苏家当靠山。不行，乔家马上就要彻底归我，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差错。乔爷爷，
温阿姨，抱歉，路上耽误了，来晚了些。无妨，来了就好。乔然，刚才你想说什么就说，有我在，没人能动你。好，那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我二叔是个怎么样的人。乔然，你疯了吗？别仗着苏少护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做梦！来人，给他带回房间休息，严加看管。住手！乔叔叔这么着急赶人，是怕乔然说出点什么，戳破了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苏少，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让这丫头给你蛊惑。就是，我乔建廷自问对乔家尽心尽力，自从大哥走后，我打理着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务，对乔然呢更是视如己出。这件事，乔家上上下下都有。是吗？既然乔叔叔对乔然这么好，那他为什么还会收集证据，说要揭开您的真面目？他今天非要这样污蔑我，无非是想独吞乔家的财产，容不得我们这些爱人长辈吧。哎，然然呐，我真没想到你是个这样的人呐！你占了安安20年的位置，你吃着我们乔家的饭，住着我们乔家的房，如今你还想把我们这真心待你的亲人赶尽杀绝，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你视如己出，真心待我。二叔二婶，你摸摸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你们说出这些话，觉得恶心吗？住口！乔然，我们可是你的长辈，你3番5次的这样大放厥词，目我尊长，你真是太过分了。二叔，你这么着急做什么？不会是心虚，怕我说出什么？是啊，乔然这是在自家家宴上，说句话不过分吧？这个小贱蹄子，不就是仗着有苏家的婚约，才敢在家宴上跟我公开叫板？那我就想想办法破坏这场约，看他以后怎么得意。石安啊，你怕是被这丫头给蒙蔽了。你是不知道，她就是一个养女，她霸占了安安20年的位置，还霸占了乔氏的财产，连安安和大嫂都容不下。哦，还有这种事？对呀，就是我们这做长辈的看不过去了，说他几句，哎，他还倒打一耙，还说什么这讨回血债。就是，他就是个白眼狼。那乔家白白养了你20年，你爸爸刚走，你就把我们这些亲人赶尽杀绝，就连对安安，那都是冷眼相对，指日可待。苏少，然然这孩子被宠坏了，心思恶劣。你要是和他联姻，怕是会损了苏家的声誉啊。而且你是苏家独子，金氏第一世家的继承人，怎么能娶一个心思歹毒的假千金呢？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明珠是有着我们乔家血脉的真外孙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知书达理。要不您考虑一下我们明珠？是啊，苏少，其实我早就心悦于你，只要你和乔然解除婚约，我愿意替你打理苏家上上下下的事务，做您最贴心的联姻对象。我可不会像乔然那样惹是生非，让您蒙羞。你们都给我住口！你们都给我住口！是啊呀，然然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我非常了解，绝对不会是那样歹毒的人。乔爷爷放心，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闲言碎语。乔然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他今日要讨的公道，
我也奉陪到底。爸，我觉得剑兰说的没错，那明珠确实比乔然更适合苏家。老二这心性和眼界，到底还是跟老大差得远啊！他难道看不出来兰兰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吗？看来这管家权还是不能交给他，不然今天这事儿肯定不能善了。建庭啊，你大哥去世这段时间辛苦了，现在我看然然也有所改变，又有石安的帮衬，这管家权还是还给然然吧。爸，儿子一心为了乔家，为了然然，他却这样污蔑我，你可得替我做主啊！这乔家真要是交给这个心术不正的丫头张家，迟早都得败落。是啊，爸，这安安可是大哥留下的唯一血脉呀。乔然，他只是一个假千金，他都敢苛待他，你说这乔家怎么可能交到他手上？是吗，二婶？你还真是会颠倒黑白，到底是谁在苛待安安？一问便知。你问就问，谁还怕你不成？安安，你说，到底他苛待你没有？没有，姐姐从来没有苛待过我。你胡说！安安啊，二叔知道你胆子小，被今天这阵仗给吓到了。你说这乔然是怎么欺负你的？全说出来，二叔替你做主啊！别怕。二弟，你不用诱导安安撒谎。然然没有苛待我们，她待安安如同亲姐妹，待我也很好。没错，姐姐从来没有欺负过我，她对我很好，她什么事儿都想着我，就连乔家的事情，她也会尽力帮着我，好让我成长，一起守住乔家。二叔，你怎么能如此污蔑姐姐？在这个家里，只有你和二婶子一直在欺负我，还想把我和妈妈一起赶出乔家。你现在怎么能说出这么颠倒黑白的话？你胡说！你个小贱人！你肯定是被乔然收买了，联手乔然霸占乔家的财产。刘梅，这个家到底是谁要把我们母女俩赶出家门？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就不要在这里贼喊捉贼了。温如玉，你别血口喷人，我二哥善待你们，你居然帮着一个养女污蔑自家人，良心被狗吃了吗？外人，依我看，狼子野心，中饱私囊，吞噬乔家家产的人，才是乔家的外人吧。乔然，今天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你有没有苛待他？看看证据就知道。先看看证据。乔安，少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时候公司里的事轮到你来插嘴？姐姐，我也是乔家的孩子，我想进自家的公司看看也不行吗？二叔二婶，我毕竟是个假千金，如果我们这么苛待他，难免落人口舌。反正我们有的是机会赶他出去，不如我们先做个样子。乔然，有视频为证，这件事儿你抵赖不了。就是，依我看的，你就是嫌歪歪回来抢了你的位置，所以才容不下他们。看来这假千金就是假千金，养了20多年还是养不熟啊。别再拿这套假千金来 PUA 我，你们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比你们谁都清楚。当初我爸刚走，伤心欲绝，你们3个就来轮番挑拨，说温阿姨和安安是灾星，克死了我爸。他们回来是为了跟我争夺乔家财产。我当时一时糊涂，听信了他们的鬼话，误会了安安和温阿姨。安安，温阿姨，对不起，我一时被他们蒙蔽，让你们受委屈了。傻孩子，阿姨不怪你。
姐姐，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乔然最亲的亲人。如果你们以后谁再敢拿真假千金来挑拨我，我让你们吃不了都倒着走。谁敢动乔然，就是与我苏家为敌。我苏时安一定会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燕婷，干什么你？爸，是他有错在先，我这个当叔叔的教训他一下子啊！住口！你看现在还有个做叔叔的样子吗？还不快给然然道歉！道歉的话就不必了，我不需要。想必刚才二叔想说的话都说完了吧？那也该轮到我说了。乔然，你想干什么？我想做什么，二叔等等看便知道。姚叔叔怕是忘了我刚才说的话。我说过，谁敢动乔然，就是与我苏家为敌。乔叔叔确定能承受得起我苏家的怒火吗？事到如今，我就不跟大家兜圈子了。今天我就要当着爷爷和各位长辈的面，好好揭露一下我这二叔二婶做过的事儿。这一桩桩一件件，我要好好跟大家讲讲，让你们看看这所谓的长辈都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乔然，我警告你，乔氏集团可是我一直在打理，你真要把我逼急了，我就撂挑子不干了。到时候乔氏就会大乱，你就会成为乔氏的罪人。是吗？自从我父亲走后，二叔就以我身子弱，不懂管理公司为由，强行抢过我的管理权。我见你是长辈，处处忍让，可你是怎么管理公司的？我当然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了。是吗？那我们就再看看这些证据，再讨论这个话题。大家请看，这是乔氏的对公账户流水。二叔涨价的这3个月，以投资为名，转出了10几笔大额资金，少则几千万，动则上亿。而这些所谓的投资，既没有合作合同，也没有回款，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建庭，这些账目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就是一些投资款了。投资款？股东大会上，你可从来都没提过投资款的事情。你把乔氏集团的钱弄哪儿去了？我来替二叔二婶回答吧。没有提投资款的事，是因为二叔二婶早就假借投资的名义，把钱转进了一家海外公司，而高额的利润都进了他们自己的口。什么？乔振听，好大的胆子！你可别听他胡说，这就是在海外的一笔投资款，项目还在筹备中，合同还没签下来，这回款自然没兜上。乔然，你少在这断章取义，不要再拿这些海外筹备的项目做。是吗？那么二叔，这笔转入江阳海外投资公司的5000万，也是筹备中的项目？当然是了。可据我所知，这家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投资资质，它只是个空壳公司。这是江阳海外投资公司的流水，里面有10亿是以理财款打入的，而亲手签下这份协议的人，就是我的二婶刘梅。万万没想到，乔然这个贱人，竟然连这件事都查出来，都怪刘美这个蠢货。这笔钱是我偷偷转的，乔然怎么会知道？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些资料？因为这个空壳公司是我注册的，为了引蛇出洞。
所以我知道你投资的10亿，全部都是从乔氏挪用的公款，而这些利润全都进了你们自己的口袋。我的天，乔氏集团市值才30个亿，他怎么敢挪走10个亿呢？这10个亿恐怕是乔氏所有的流动资金了吧？暂停，乔氏的账目是你在管，你就是这么管的吗？这是误会哈，别信他的，他是故意栽赃陷害我的。误会？这每一个协议都是您亲手签的，还是说你们的签名也是我伪造的？我最近可连公司的门都没进过，别想栽赃给我。我们也是为了乔氏好，想让乔氏多赚点钱，开拓海外市场，这有什么不对呀？你什么都不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就是，乔然，你不要因为这点小事揪着我不放。你是想毁了乔家吗？开拓海外市场，建庭，你开股东观会可从来没提过政府投资呀，故意隐瞒股东，你要把乔氏变成你们夫妻的摇钱树吗？你们把乔氏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这叫为乔氏好。我爸一手打下了江山，让你们赞美，你们就是这么回报他的吗？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要的不是这些，先接他挪用公款的地方，敲山震虎，让他乱了阵脚。至于下毒的事，不急，戏还在后头。乔建庭，你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乔建庭，你个混账！乔氏是你大哥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是大家的心血。不是你这个逆子的摇钱树。就是乔建庭，王我这么信任你，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法，不然我就是豁出去这条命也不会放过你的。大家别着急，挪用公款只是我二叔众多罪行中的一件，接下来我会一步步揭开他的伪装，让他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什么？竟然还有建庭！到底背着大家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啊！造孽呀！你这个逆子，你对得起乔家，对得起你大哥的在先之灵吗？爷爷，爸，你可别让乔然给气坏了身体，他就是故意污蔑我们，他就是想独吞乔家的财产，你可别中了他的计呀！好啊，二叔，你玩阴的是吧？我也会。啊，我好难受啊！你含血喷人。走。姐姐，你没事吧？你可别吓我。没事。哎呀，然然，你可不能有事啊！你们给我说清楚，乔然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你们在背后做了手脚？苏少，你别误会，他从小身子就弱，跟我们可没有关系。苏少，你可别被他骗了，他从小就体质差，而且满口谎话，还是个假千金，根本就不配做苏家的儿媳妇儿。你可别被他蒙蔽了双眼，毁了苏家的名声啊！对啊，苏少，乔然除了耍脾气、装可怜，其他什么都不会。您可不要被他蒙蔽了，他就是个假千金，根本就配不上你。你们知道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哪？第一次见面，是在哪家宴会厅或者高端会所？他勾引您？错，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医院，被人下毒命悬一线，孤身一人做毒检的时候。你们说他体质差，却不知他被人毒害；你们说他耍脾气装可怜，却只字不提他的坚韧和冷静。就凭这两点，就说明你们根本不了解，自然不配评价。这怎么可能？他为什么要去毒检？肯定是为了接近您，自导自演的戏码吧？是啊，苏少，乔然他鬼点子最多了，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懂理财，懂社交，能够帮你打理苏氏上上下下的事务。您考虑考虑我。
乔然晕倒，生死未卜。你们作为他的家人，第一时间不是关心他的生死，而是在想着怎么抢他的婚约。你们的行为，自己不觉得可笑？苏少，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呀。乔然假千金根本就配不上您，明珠的学识和身份才最适合您。够了！苏诗安的未婚妻还轮不到你来说。就算乔然是假千金，也比你那空有皮囊、只会攀附权贵的女儿强100倍、1000倍。乔家人，顾明珠，你们身为兰兰的亲人，在她生死未卜的时候，竟然还想抢她的婚约，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外公，我才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你怎么能帮着乔然这个假千金斥责我跟我妈呢？爸，明珠说的没错啊，明珠要相貌有相貌，要学识有学识，哪点比那个假千金差了？苏轼安看不上她，你为什么要骂我们？你给我闭嘴！乔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不服，我就是不服。乔然不过就是个假千金，她凭什么拥有一切？苏少爷护着她，这明明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住口！乔家没有你们这种心思歹毒、技术不正的人，从今后不许你们踏进乔家半步。现在马上滚出去！爸，你不能这么对我们，我可是你亲生女儿啊！你不能维护着乔然那个贱人，不管我们家明珠啊！滚！今天我也累了，大家就散了吧。那公司的事儿，振清啊，你立刻把挪用公司的资产一分不少的归还，这件事儿就不再追究了。好，我现在就去。等一下，等一下，爷爷，我还有事儿没说完，请让我继续说下去。然然啊，家丑不可外扬，我们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行吗？爷爷，我怕我今天不说，以后就没命说了。我今天必须为自己讨个公道。乔然，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就算天塌下来，有我给你承担。然然，我们跟你一起。对，姐姐，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陪你一起讨回公道。然然，这是什么？这是我的血检报告，里边显示我的体内还有铬。天哪！乔冉刚才晕倒，竟是因为中毒。这是二审长期给我送的牛奶的毒检报告，报告显示里边的铬含量严重超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二叔、二婶道貌岸然，实际上早已对我痛下杀手，想要置我于死地。天哪！竟然敢给自己的侄女下毒，这也太狠了吧！简直是丧心病狂！为了家产，竟然谋害人性命，简直不配做人！不是的，不是我们放的，是乔然他自己放的。他就是想污蔑我们，想独吞乔家这一切。我们根本都不懂什么是铬毒啊，那就是他伪造的，那就是他伪造的。爷爷，我从没想过独吞乔氏，我只是想守住爸爸一手打下的江山，守住乔氏。可是二叔不仅中饱私囊，现在还要陷害我。苏诗安的未婚妻在乔家受如此欺辱，竟然险些丧命，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我苏家绝不会善罢甘休。对，必须给个说法！竟然敢害人性命，简直无法无天，必须要付出代价！乔家庭、六梅，然然中毒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你们干的？快给我娄氏招来！若是你们做的，乔立业绝不姑息，我亲手把你们送进监狱，给兰兰、给苏家一个交代。爸，真不是我们做的，乔然他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故意伪造证据陷害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亲侄女下毒手呢？是啊，爸，我们对冉冉一直是视如己出啊，怎么可能害她呀？
这就是他的阴谋。爸，你千万别信他呀，他就是想独吞家产，所以才污蔑我们。事如起初，二婶，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什么意思？我手里有2个视频，一个是你在厨房下毒，另一个是我接过你递给我的牛奶去医院质检的全程录像，需要我播给大家看吗？原来你早就发现了，表面上对我们言听计从，实际上你暗地里在收集证据，对不对？住口！刘梅，你是个毒妇，竟然还敢质问兰兰！我乔家怎么就会娶了你这个心思恶毒的儿媳？这是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来人，让乔建廷、刘梅赶出乔家，收回他们名下乔家财产，不准他们踏进乔家半步。爸，你不能这样，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啊！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爸，你看在我这么多年操持乔家内务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饶了你中饱私囊、掏空集团财产的时候，可曾想饶了乔家？你下毒害人人命的时候，可曾想饶了他？还愣着干什么？拖走！爸，等一下，是他，是这个女人干的，是她偷偷转走了公司的财产，是她要给乔然下毒，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有关系。乔建清，你个没良心的！明明是你，趁着乔然身子弱，老爷子还没回来，就想方设法转移乔氏的资产，再下毒害死乔然，等生米做成熟饭，说这乔氏财产都是我们的了。现在你还想推得一干二净，门都没有！二叔二婶，你们也不用急着互相攀咬。我今天既然敢站出来，就说明你们的桩桩件件我都有证据。乔然，白眼狼，你已经把我们害成这样，你还想干什么？二叔二婶别急啊，不如我们先看看。住口！乔然，你少在这蛊惑人心！爷爷，他们害我差点丢了性命，只是把他们赶出乔家，太便宜他们了。乔然，我警告你，我可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我们都已经被你害得被赶出家门了，你还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亲弟弟，你还有脸说是我爸的亲弟弟？今天我就要当着大家所有的面问你一句，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糟了，他怎么会突然提起大哥的死呢？难道是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不可能啊！那件事做得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大哥他是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才死的，是吗？你确定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吗？然然，对不起，这件事呢，确实有我推卸不了的责任。你疯了吗？这事打死也不能承认呐！放心，我心里有数。哎呀，然然，对不起，是我这个当弟的做的不好，没有替大哥分担，我这心里特别愧疚，我对不起大哥。你少在这里演戏！我爸是身体不好，但他一直都有按时吃药，定期检查，根本不可能突然离世。我的死因是被人下了慢性毒药，凶手就是你，乔建廷。凶手就是你，乔建廷。什么？建廷啊，兰兰说的是真的吗？爸，你别信他的鬼话，我怎么可能害死我的亲哥哥呢？他这么冤枉我，他是要毁了我。为了乔家的家产和长家权，你还有什么做不出？小然，你少在这血口喷人！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是吗？我手里有你害死我爸的铁证，足以让你身败名裂、牢底坐穿。你有证据，你倒是拿出来呀！你要拿不出来，我就告你诽谤。我有没有污蔑你，你心里最清楚。害死我爸的凶手就是你，要证据是吧？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你这伪君子的真面目。
乔少，这乔家主一直没听说身体有什么病，怎么会突然因病去世呢？好，那都是装的。他去世之前身体就一直不好，天天吃。我爸就趁机买通了保姆，把他的药给换了。乔少，那您大伯作为一家之主，应该很谨慎啊，难道就没发现药有什么问题？你猜的不错，我大伯确实发现，但是我爸技高一筹啊，他早就在书房和房间里动了手脚，导致他慢性中毒。当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慢性中毒，那就没人发现吗？比如医生、家人？发现个屁！我爸早就删除了卧室和书房的监控，还买通了医生，修改了他所有的就医记。现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因病身亡。乔建庭，你这个逆子，竟然真的是你害死了你大哥！我打死你这个畜生！爸，这是子旺喝多了胡说的，这都是乔然设计的阴谋，想陷害我。那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爸专属医生的亲口证词，他亲口承认被你用500万收买，把我爸的就医记录从慢性中毒改成积劳成疾。怎么会这样？这里还有你的银行流水、时间、金额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你们的聊天记录，这些铁证摆在你们面前，你还怎么辩解？完了，这下全完了。原来你大哥真的是你害死的，乔建庭，你这个畜生！天啊，怎么会有这么歹毒的人？就是这种人就应该抓进监狱，把牢底坐穿。爸，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做错了事，求求你饶了我，千万不要送我去监狱，爸。一时鬼迷心窍，那你听听这是什么？糟了，乔然这死丫头肯定是去医院发现自己中毒了，想跟老爷子告状。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提前解决了他。提前解决了他，那我们不就暴露了？我们可以嫁祸给温如玉母女啊，这样一来，就算老爷子回来，也只能认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直接动手吗？明天就在他的牛奶里加大毒性，让他永远闭嘴。这是你们昨晚在卧室的对话。你们想要下毒害我，然后再嫁祸给安安和温阿姨。这笔账该怎么算？这跟我没关系哈，这都是乔建庭让我干的。造孽呀！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又娶了这样的媳妇呀？你这个蠢货，都是你贪财，才被乔然设计的，我们才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切都是你这个贱人给害的！你还好意思说我？要不是你想独吞乔氏家产，害死大哥，我们怎么可能落到今天的地步？这个贱人，你毁了我的一切！是你害惨了我们！真是狗咬狗，自作自受。为了家产闹成这样，真是给乔家丢脸。这就是你们贪得无厌、心狠手辣的下场。不过别着急，你们的报应还在后面。够了！你们贪得无厌、心狠手辣，为了乔家的家产，不惜害死你们的亲哥哥，现在还想下毒害死自己的侄女，简直是猪狗不如！爷爷，你消消气，别被这种人气坏了身子。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也好，从现在起，乔建庭、刘梅被正式逐出乔家，所有非法所得全部追回，
至于你们犯下的故意杀人罪、职务侵占罪，我会交给警察，你们就等着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吧。不要，然然，二叔，真知道错了，求求你饶了我。不要报警，二婶求你了。来人，把他们送到警察局。爸，求求你饶了我，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以后不再贪财害人了。求求你饶了我吧，爸。爸，子旺才20岁啊，他不能没有爸妈呀。你就看在子旺是你亲孙子的份儿上，你就饶了我们吧。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的大恩大德。爸，饶了我们吧。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帮忙求求情啊！咱们是亲戚，咱们血浓于水，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老爷子，要不算了吧，他们也知道错了，就饶他们这一次吧。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别把事情闹大了。是啊，要是真的闹到警察局，这乔家的脸也挂不住啊。不如就私下解决，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心软是病，是早之命。对敌人宽容，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怪不得上一世我濒死时，你们一个人都没去看我，原来跟他们是蛇鼠一窝。不过没关系，你们欠我连本带利全部都要讨回来，你们一个都别想跑。他们害死我爸，还要害死我的时候，你们冷眼旁观。现在他们要受到惩罚了，你们反而跳出来当救世主，怎么？他们的罪行是不是也有你们的份儿？怎么会呢？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二叔二婶转移财产的时候，你们从中拿了多少好处，就为了这点蝇头小利，你们不惜助纣为虐，把乔家陷入绝境。你们就是乔家的罪人，帮凶！来人，把他们带下去！乔建宁、刘梅，你们涉嫌职务侵占、故意杀人，证据确凿，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同志，你不能带走我，我是乔氏的新掌门人，我是被他们冤枉的呀！警察同志，你放过我吧，我是被冤枉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错了。少废话，带走。啊！不要！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不管是什么忙，我都能帮你办到。二叔二婶的资产有1/5都给了姑姑，我想以乔家的名义向她婆家施压，但我怕力度不够，想联合苏家一起向她施压。没问题，我帮你，让这些蛀虫和帮凶付出应有的代价。妈，我们现在去哪儿啊？乔家不要我们了，顾家也把我们赶出来了，我们现在1分钱都没有，我们去哪儿啊？难道真的沦落街头吗？都怪乔然那个死丫头，要不是她，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定要复仇，一定要让她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也要让她流落街头，尝尝生不如死的痛苦。哎，子旺，你们怎么来了？我已经被乔家赶出去了，身无分文，没有钱给你们花，也没有便宜让你们占。哥，我们不是找您要钱的。
对，我们被顾家赶出来了，无家可归，走投无路了，跟你一样，都是乔然那个死丫头害的，你一定要找她报仇。报仇？开什么玩笑！乔然身边现在有苏时安那个瘟神护着，苏家在京市一手遮天，我们仨就是3个丧家之犬，拿什么跟他们斗？以软击石怕什么？你就甘心看着乔然现在霸占乔家的位置，风风光光的做他乔氏总裁，而我们流落街头，活得连狗都不如吗？对啊，哥，乔然抢走了我们的一切，还把你爸妈送进了监狱，你难道就甘心吗？不甘心又能怎么样？我们现在连他们的人都见不。他总有单独出来的机会吧？不如我们找个偏僻的地方把他绑了，这样还可以逼他们放了你爸妈，拿回家产，逼他向我们磕头道歉。好，我加入你。乔然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让他血债血偿，就算是同归于尽，我也要带着他一起下地狱。好，这才是乔家的种。我们现在就去摸清路线，找个合适的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乔然，等待你的死期吧。哟，醒啦！是你们，快放开我！放开你？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你迷晕带到这儿，怎么可能放了你？这是哪儿？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放开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你说呢，乔然？你害得我们3个被逐出家门，害得我爸妈锒铛入狱。你说为什么啊？你父母入狱是因为他谋财害命，罪有应得，凭什么怪到我头上？快放开我！放开你？凭什么？现在我们什么都没了，你以为你还能安安稳稳的当你的乔氏集团总裁吗？做梦！到底想干嘛？看吧，当然是要弄死你啊！干啥？然然，你们要想动然然，先过我这一关。就凭你们2个软柿子，也想护着他，别自不量力。就是，识相的赶紧滚，到时候连你们2个一起收拾。哎，干脆别跟他们废话了，把他们仨都绑了，我要让乔然好好看着他最亲的人被折磨，那才解气呢。不行，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有事冲我来，你别动他们。好，等我解决完这2个碍眼的家伙，我再好好找你算账啊！我警告你，我阿姨和安安是我的底线，要是敢动他们，就是跟整个乔家跟苏家为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闭嘴！贱人，死到临头了，还他妈敢威胁我呢啊！我爸妈被你害得入狱，我又活成现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所以，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你啊！哎，你要干嘛？起开！不要！我不许你伤害我姐姐！滚！乔然，贱人，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你，给我爸妈报仇！住手！住手！
住手！放开我！就凭你们3个跳梁小丑，也敢动我的人，简直不知死活！把他们3个带去警察局，我要让他们牢底坐穿！带走！乔然，别说做了，这个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乔然，你不能好死！不是，你放开我，放开我！妈，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你没事吧？傻孩子，妈没事，只要你好好的，妈怎么都行。太好了，姐姐，我们都没事儿。上一世我亏欠你们太多，这一世我终于护住你们，也守住了乔家。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然然，不止一家3口啊。还有我呢，我可是你未婚夫，你可别把我丢下啊。知道了，还有你未婚夫。来，一家4口。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儿，是想跟大家宣布一下乔氏集团以后的发展规划。从今日起，乔氏将和苏氏集团合作，重点研发新能源和生物医疗领域，成立2大专项研发小组。而我和石安将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把控项目的发展方向和进度。研发小组的财务方面由安安负责，资金流动和项目支出都由他审核签字。交给我，姐姐，我能行吗？你可以的，你是财务管理学院的高材生，专业课又科科满分，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能做到的。感谢大家的信任，也谢谢姐姐的认可，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攻坚克难。妈，那项目小组的后勤保障就交给你了。啊，交给我呀？那我要是没做好，给你丢脸了怎么办？妈，你可以的。你忘了，你失忆前可是顶尖学府 MBA 的高材生，你只是太久没有接触职场，适应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一定好好努力，不会让你失望的。恭喜你啊，然然，有了安安和温阿姨的帮助，乔氏集团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有你，有妈，有安安，以及在座各位的帮助，乔氏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姐姐，以后我们姐妹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一定会把乔氏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会辜负爷爷和爸爸的期望。好，我们只会越来越好，守住乔氏，让那些豺狼虎豹再也不敢靠近我们半分。首先，恭喜乔总，在您的带领下，乔氏集团的商业价值又上了一个台阶，已俨然成为了行业的翘楚。谢谢。乔总，网上传您是乔家的假千金，那么在经历过家庭变故，甚至被处处针对的情况下，有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缺乏底气，甚至想过放弃？没有，我不知道什么真假千金，我只知道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什么身份，而是自我兜底的能力。那是什么样的信念一步步支持您走到今天的呢？父亲待我恩重如山，他走后，乔家的天便由我来撑。谁贪得无厌害我至亲，我就灭了谁，就这么简单。说的太好了，您从一个被人诟病的假千金，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企业家，护住了家人，守住了乔业，可谓女子典范。请问你有什么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我想对深陷困顿的朋友们说，不要自怨自艾，不要轻言放弃。出身并不能决定一切，困顿也只是暂时的。要像我一样站起来。你看，假千金也可以撑起一片天。姐姐，你说的太好了。这一世，
我终于走出阴霾，完成了自我救赎，也给了家人安稳的未来。这个就是最好的家教。真假千金还重要吗？